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鲍明。这句话里面说的是2022年让西方尴尬的现实，解放军的双发重型战斗机超过了北约与俄罗斯的之和。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呢，西方军事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件很让人尴尬，也是我们中国的军事爱好者未必能想到的事情。根据他们的统计，到2022年的年底，解放军现役的重型战斗机比整个北约加俄罗斯的还要多。重型战斗机的概念是随着战斗机发展代次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从3代机和4代机的角度来说，要想被称为重型战斗机，一般要采用双发双垂尾的布局。3代机的外挂点呢，一般是在12个以上，起飞重量超过20吨。当然了，作战半径和航程的要求也很高。著名的欧洲两风，也就是阵风和狂风，虽然采用了2台发动机，但都够不上重型战斗机的标准。按照外媒的说法，作为空军精英的重型战斗机，不仅能携带更多的武器，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有更好的飞行性能，还具有更远的航程，能携带更强大的传感器。重型战斗机在空中优势、对地攻击或海上打击方面备受青睐，战斗力远远超过轻型战斗机。但是重型战斗机的制造和使用的成本比轻型战斗机那就要高得多了，这意味着他们的采购数量极为有限。美国空军之所以会采购 F-16 轻型战斗机，并且大量的装备，就是因为承担不起大量装备 F-15 的费用。但是 F-15 机队才是美国空军的心头肉，因为一旦遇到了苏联的米格25和米格29， F-16 是根本对付不了的。对一支空军来说，重型战斗机不但是奢侈品，也意味着在战略战术上的进攻性。世界上绝大多数空军是没有重型战斗机的，不仅仅是养不起这样昂贵的型号，更因为它没有能力建立一支进攻型的空军。所以呢，解放军重型战斗机数量如此之多，是让西方非常震撼的。那么解放军到底有多少重型战斗机呢？具体的数字当然是高度保密的。但是我们的涡扇10、涡扇15这些发动机刚刚量产不久，目前存量的重型战斗机包括歼20，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进口的俄罗斯的发动机实现批量生产的，而俄罗斯的出口数量是无法保密的。西方就是根据这个发动机的采购量推算出解放军重型战斗机的大致的数量。他们估计解放军有大约300架歼16和200多架歼20战斗机，近350架歼11、50架舰载的歼15、98架从俄罗斯直接进口的苏30和24架苏35，还有少数老式的苏27仍然在服役。因此呢，解放军空军的重型战斗机的数量达到了1000至1100架，而美国目前只有大约510架重型战斗机，其中有10几架是新型的 F-15EX，其余的是老款的 F-15型号，最后一架是在2001年交付的。美军呢还有大约185架 F-22，将在2023年开始退役。在美国空军之外，北约所有国家都没有重型战斗机。法国达索公司早期曾经研制过相当于 F-15的幻影4000，但是由于成本太高，并没有投产。俄罗斯拥有大约400架重型战斗机，其中包括苏35、苏30和苏联时代的苏27，还有大约20架的舰载的苏33。其实呢，日本还拥有200多架 F-15 战斗机，韩国还拥有60多架 F-15K。把这些数量都算上，那么美国加俄罗斯加日本加韩国重型战斗机的数量可以稍微超过中国。但是日本 F-15J 的机龄呢实在是太老，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谈不上有什么战斗力了。因此呢，解放军重型战斗机的数量远远超过北约与俄罗斯的总和，而且中国重型战斗机的机龄更年轻，不仅平均比美国新几十年，也比俄罗斯的更先进。这就意味着在中国的主要战略方向上，也就是在东北亚、台海和南海，中国可以同时对付美国、日本、韩国的联合空中力量。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我们都处在优势。这里面还没有讨论数量众多的歼10。这个型号的最新型歼10虽它的战斗力是超过了 F-16 的最新型号 F-16V 的，这样的装备优势是人民空军诞生以来的第一次，这将让中国在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时候拥有了强大的主动权。
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